大家好，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关于中小型企业老板找这个 IT vendor， 你们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？我本身其实也不是拍影片的，只是说因为我身边真的是出现太多这些中小型企业老板，就丢了一个几万块或者是几十万块开发 APP 或者是开发他的那个电商，然后结果出来的效果，就是特别多问题。我身边这位Shopee的这个朋友来说的话呢，他当然是还没有进去这个开始数码转型这种，他从事这个 Shopee 已经是一段时间了。那过后如果要找一个 IT 的 vendor 帮他去打造他的自己专属的 e-commerce 来说的话，那基本上有几个东西你必须要去注意的，因为太多这种地雷的事情发生了。像我是用那个，就是一个平台啦，就没有人接触我。对 ，OK， 我不要说有没有人平台，如果你是说你的情况是找一些已经现有的，比如说你用 Shopify 或者是 Dude 或者是什么 Dude 都好的话，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那我这边比较针对于你要做你自己专属的一个 e-commerce， 或者是说一些 APP， 或者是你自己的网站，或者是你要找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的一些人帮你做你东西的。那 OK， 首先他们第一个就是我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，很多时候这种 IT 来说的话是没有跟你说有一个特定的价钱，尤其是你做你自己的网站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从一个999块到一个99999块，都可以有一个网站的。你觉得这个 cost 这一部分的话是特别重要的。首要。对。那我举个例子说了，他们说这个 AZ 那时申请这个 AZ 的网站来说的话是70个 million 对吧？7000万。7000万，你当时候有申请到吗？那个 AZ 的？没有申请到，可是很多人手指痛啊。对，这样子的一个网站，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网站，70个 million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指南跟你说，你要怎样去问他，你的价钱是怎么来的？我们这边其实跟做那个 design，有一些差别。我们用 mandate 指的是什么？是一个人的寿命吗？不是，一个人一天的价钱。そうですね。所以 mandate 基本上是很清楚的，就可以知道是说，如果他做完整个这个项目来说的话，他的 mandate 是多少，用的人是多少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做一个 e-commerce 的网站来说的话，我帮你做你的 e-commerce 网站可能我是用30天的时间，然后过后我是一个人负责的，然后我就讲30 man days。可是我怎样知道你们会用多少时间？你可以跟我讲一个网站做1年的。对，好像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跟你讲说，我这个网站我会用365个 man day，这样子来说的话，一个普通的网站用365个 man day 来说的话，你觉得合不合理？如果你觉得这个价钱365天来做我这个网站是很合理来说的话，可以啊，我就给钱啊。那市场的活动就是这样子嘛，你觉得是有道理没有 ？OK。是你这样经营的转换期来说的话，你会不会这样傻365天走去做一个网站而已？可能还是会被你骗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我们骗术好来说的话，就可以骗到你啦。OK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就可以去问你其他一些朋友，你可以问一些有经验的人，那你就问他，这个项目只是一个 e-commerce 而已，然后过后这个登录的这个工人来说的话，他说他要用30天来做，然后当然这些东西你去找一些程序员都给你解答说，这个东西根本就不用30天了。就是说，你只要3天就可以搞定好，可能甚至少过3天都可以搞定好了。对。可是通常我们比价钱嘛，就是找你可能你30个 man day， 我找另外一个对。可能他就15个 man day 这样然后我就用他这样对，找价钱比较价钱是一个很正常的做法来的，就是我们都是货比三家的嘛。重点是在于，如果有人跟你发 quotation 给你来说的话，他那边一定要很清楚写他的 mandate 是多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必须要他跟你解释说，你每一个这个模块来说的话，是用多少 mandate 来去做的。比如说你的 login， 假设比如说你登录的这个功能，你的这个用户购买的一个功能，或者是你一个购物车的功能这样子的东西的，这些都用多少时间去做这样子的。那如果他可以跟你解释说，我这个用多少天在做，这样子就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了。OK， 接下来重点就是在于它的一个 mandate 多少钱这个东西。OK， 一个 mandate 多少钱的话是没有一个规定的，没有说有一个市场价，也没有说已经是政府定下来的。你觉得 mandate 多少钱才是合理的？
一天啊，一天的，多少小时？一天8个小时吧，给他就是工作日吧，8、9个小时吧一天。10块钱，8个小时80块啊，100块要给他。基本上如果你要找100块来说的话，你找那种 freelance 或者是找那种，可能是在其他国家的，我不要讲什么国家啦，我讲其他国家的 programmer 来说的话，都可能有这个价钱啦，是不是先？可是如果我们讲正常来说，马来西亚的市价来说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可以有些人从300块10到2000、3000都有这样子的情况的，都有。一个 Monday 的。对，一个 Monday 的。Okay. 可是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来说的话，基本上如果是大企业、大公司，就是那种真的很大那一种的，他们的这个营业是已经是过亿的那一种了。他们的那个 Monday 来说的话是1000到2000左右的，就是1000到2000 Monday。没有你是说客户大公司还是？不是客户大公司，就是那些IT 的供应商OK。他们的 Monday 来说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在于1000到2000，可能2000左右一点。然后如果你是对美国公司来说的话，或者是外国公司来说的话，他们是以美金计算的。所以是讲别人说那个 Monday 跟它的 quality 的比例，是不是说大公司它 Monday 就贵，就代表它的品质就更好？像小公司 Monday 就便宜，就代表它品质不好？那也不一定这样讲的。那它的 quality 好不好？我不要先提这个事情先吧，我先讲价钱那部分先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说吧，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遇到一个，他只是一个 freelancer 而已，他跟我开的 Monday 是1000块一天，他的价钱基本上是跟那些大公司是一样的。然后当然我觉得你有权利开价钱嘛，你有权利，我有权利要不要拿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土豪来说的话，你觉得没有问题，这绝对是没有问题吧，好吗 ？OK， 说关于这个 Monday 这一边的话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一个 Monday 是等于一个人吗？对。所以我对一个大公司，他讲的一个 Monday 就是他的一个人。对，一个人。所以如果他可能一天可以做完，可是他可以跟我讲，里面有10个 Monday 可以这样子啊。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就是还有10个人在帮我一天做完一个 project。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所以一个 Monday 是一个人啊。对。OK， 明白。所以基本上来讲是这样子的。可是当然，如果你说10个人帮你在一天里面完成一个项目来说的话，其实在 IT 界里面没有这样讲，因为我们在写那个代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没有可能10个人在同一页写一个代码这样子的。通常我们都会分1、2个人，你负责这一块，可能你负责前台，你负责后台这样子的。那当然，比如说你的系统是特别大来说的话，基本上你也是可以分比如说这个人会做这一模块，这个人会做这个模块这样子的。好问题。SLA 或这个合约里面主要讲的东西是什么？如果这个项目出什么问题的话，那责任是归居于谁？怎么赔偿？源代码是归谁的？我要这个东西会飞来飞去，收工收不到，就是特别多问题。